你吃完一顿饭，账单送上来，最下面多了一行，服务费10%。一顿1000块的饭，就这样多付100。你可能想过一个问题，这100块是给刚刚帮你点餐上菜的那位服务生吗？很多人下意识觉得应该是吧，但答案其实跟你想的不太一样。而且更妙的是，现在有些店你是自己用手机扫码点餐，自己收餐具的，结账一样收你10%。这时候，那10%到底是在付什么？今天我们就从账单最下面那一行出发，聊聊台湾的服务费。欢迎来到餐饮之外。从一份餐点、一杯饮料出发，我们聊产业、聊时事、聊 AI 怎么改写这个世界。先讲一个很多人搞混的观念，在台湾，服务费和小费是两件不一样的事。小费是你对服务本身满意，额外自愿给服务人员的钱，它的重点是自愿，而且通常直接进到服务人员手里。但台湾餐厅收的那10%性质不一样，它被视为餐饮消费的一部分，在法律上属于业者的营业收入，业者要为这笔钱开发票，要缴税。而且并没有任何法律规定，这10%一定要分给第一线的服务人员。换句话说，你付的那100块不一定会进到服务生的口袋，它可能是，也可能不是。这取决于店家内部跟员工怎么约定，跟你这个消费者其实没有直接关系。那有人就会问，店家想收就能收吗？这里就要带到消费者保护法，关键字是4个字：事前告知。如果店家有把加收10%服务费清楚标示出来，菜单上、公告上或点餐的地方，事前让你知道，那你点下去就等于同意，结账时就有付这笔钱的义务。但反过来，如果店家从头到尾都没公告，结账才突然多一笔，那消费者是有立场可以拒绝的。所以那10%合不合理，法律看的第一件事不是服务好不好，而是有没有事先讲清楚。如果我们把视角拉远，会发现餐后多付一笔钱这件事，全世界都有，但收法差很多。先看美国，在美国很多餐厅给小费几乎是义务，常见的是2成起跳。原因很现实，当地不少餐厅的服务生底薪被压得很低，小费才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。所以在那里，那笔钱的逻辑很清楚，它是客人直接补贴服务生薪水，老板基本上碰不到。再看日本，日本的习惯是几乎不收小费，也不加服务费，标价多少就付多少。在他们的文化里，把客人服务好本来就是价格里就该包含的事，不需要另外再给。还有一种模式很有意思，是像马尔地夫一些度假饭店的做法，每笔消费固定收10%服务费，但这笔钱是整间饭店的员工向前台、清洁、工程、餐厅大家一起分，每个月营业额报表摊开，该分的都清清楚楚。你会发现，同样是服务费3个字，背后其实是3种完全不同的制度，有的直接给员工，有的包在定价里，有的是全体均分。而他们的差别不在数字，而在这笔钱最后由谁决定怎么分。好，现在我们把视角收回到台湾的那张账单。先说一个容易被误会的点，台湾的服务费进了业者的收入，并不代表就是老板整碗端走。对餐厅来说，人事、场地、水电本来就是成本，把服务费当成营收的一部分，再用薪水的形式发给员工，这在法律上是允许的做法。有些店会拿它来当调薪或发年终奖金的来源，有些店则是直接算进整体营收。差别在于，这件事消费者从账单上是看不出来的。也正因为它是营收而不是小费，才会出现那个让很多人不舒服的场景。你自己扫码点餐，自己倒水，自己收盘子，结账还是被收10%。站在消费者的角度，这确实会让人觉得我没被服务，为什么要付服务费？但站在店家的角度，他们的说法通常是，服务费反映的不只是有没有人帮你端盘子，还包含店租、内场的厨师、环境的维护。它其实比较接近一种隐形的加价，只是用服务费这个名字呈现出来。这也带出一个更根本的问题，如果那10%本来就是成本的一部分，
那为什么不直接把它算进菜单的定价里，让价格一目了然？这就是Taamhai的服务费最常被讨论的地方。支持的人说，分开列，账单比较透明，也保留了服务这个项目的意义。有疑虑的人则说，餐点1000，服务费100，不如直接标1100，消费者反而更清楚自己在付什么。这两种看法其实没有标准答案，而是透明和习惯之间的拉扯。那身为消费者，我们能做的其实也不复杂，进店前、点餐前，留意一下菜单或公告上有没有输入时服务费，有写那就是你消费的一部分，认了；没写，结账才冒出来，你是有历程问清楚的。真正的重点从来不是那10%贵不贵，而是你有没有在付钱之前就知道自己要付。从账单最下面那一行10%，我们看到的其实不只是一笔钱，而是一整套没有被明讲的规矩。它在台湾是营收，不是小费。它合不合法，看的是有没有事先讲清楚。而它最后怎么分，消费者其实看不到。所以我们想问问看影片的你，下一次结账看到那10%，你会觉得那是服务的报酬，还是换个名字的加价？而如果有一天店家把服务费直接算进定价，菜单上不再多那一行，你会觉得比较安心，还是反而有点不习惯？我们是餐饮之外。如果你喜欢这次的主题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集见。